诡异末日爆发的那天，城市便不再属于人类，热武器在诡异面前只是个笑话，诡异无法被杀死，能活下来的人只能依靠序列超凡不断迁徙。当我认定人类已经没有未来的时候，却意外觉醒了万物升级系统。别人推着破车一路逃亡，而我却在车队打造出一座行走的钢铁堡垒。生锈的自行车在我手中升级为装甲战车，破烂的帐篷也能进化成流动的避难所。最离谱的是，那些无法被杀死的诡异不再追着我撕咬，反而一路尾随。我望着远方翻滚的迷雾，忍不住苦笑。我明明只是想活下去，怎么就成了人类最后的希望？我从江城逃了出来，和一群幸存者组成车队，打算前往上户的幸存者基地。有人驾驶改装越野，有人开着大巴，只有我一个人蹬着破旧的28大杠。一路上所有人都得谨记2条铁律：第一，不要掉队；第二，尽可能储备物资。而第一条永远高于第二条，因为没有物资，也许还有人会救你，可一旦掉队，迎接你的只有死亡。原本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上户，那可是全国屈指可数的超级都市，谁都相信那里有办法对付诡异。结果还没有到达目的地，上户已经沦为无人区。得知这一切的我，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，企图把这片死寂的空气冲淡些。吃完晚饭后，血月已经完全笼罩大地，所有人都把呼吸压到最低，生怕惊扰到潜伏在黑暗中的恐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心底的紧张压下去。末世的规则很简单，想活命就得熬。于是我点上最后一根烟，让烟雾带来一丝虚假的安宁。抽完后，我裹着毛毯，正准备熬过这一夜。可当我手触碰到毛毯时，脑海中陡然浮现一行字：升级毛毯需要消耗129点杀戮值。几息后，我发现并没有觉醒所谓的序列能力，而是获得了一个升级系统。只要有杀戮点，我就能升级任何接触的东西，就连卡式炉也能进化。然而喜悦还没持续多久，我就被现实打醒，因为我没有任何杀戮点。不过好在这时新的信息再次出现，鉴于宿主首次使用，本系统可借贷杀戮点300，期限1个月。我随即哈哈大笑，末世之中，明天我都可能死在诡异口中，不借才是傻子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确认了借贷，300点到手。我看向那辆28大杠，车队第一铁律是不要掉队。对我而言，这辆破旧的自行车就是我的命。于是我果断选择将全部杀戮点投入其中。下一刻，28大杠上方浮现出一个沙漏，5个小时的倒计时缓缓流动，直到天边泛白，系统的提示骤然响起，升级完成。借着天边亮起的一丝微光，我猛然发现自己的28大杠已经彻底蜕变成了一辆3轮车，后面不仅多了个宽敞的车斗，车身还被系统贴心加装了省力装置。车队里的人见到这一幕，有嫉妒，有贪婪，也有惊惧。末世之中，任何物资都比命还珍贵，更何况一辆不需要一滴汽油的3轮车。曾经有人开着小轿车加入车队，可一旦没了油，那些车瞬间从宝贝变成累赘。如今唯有前方的2辆改装越野车还能稳定行驶。据说那2辆车里坐着几个狠角色，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小丫头，手里却始终握着一柄长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瑜伽裤的女人走了过来，目光死死盯在我的3轮车上，那是打量猎物的眼神。我甚至不用开口就明白她在打什么主意，于是我干脆利落地拒绝了她。女人刚想发作，却就被一个壮硕的男人截了话头。那是强子，末日前的健身教练。他立刻表现得极为殷勤，邀请女人坐上他的自行车后座。女人的脸色终于缓和几分，临走前不但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甚至还建议强子干脆把我的3轮车抢过来。强子看了看我的手弩，看起来心底有些忌惮，而我懒得理会他们。说来也怪，今天车队的行进速度比昨天快了许多，但对我而言，这根本不算压力。3轮车的省力装置让骑行变得比以往更加轻松，我甚至能感受到双腿发力间那股顺畅如风的快感。忽然前方出现了一排房子，原本低头前行的幸存者们瞬间抬起头来，毕竟车队之中很多人的物资已经见底，几乎撑不下去了。末世之后，大部分城镇都成了禁区，人口越密集的地方，越是诡异横行。从江城一路逃出来的人，没有一个想再面对那些恐怖的存在。倘若换作夜晚，车队一定会绕开这种地方。可现在是白天，白天意味着这机会，只要能拼死冲一把，就可能获得新的食物和水源。于是带头的几辆越野车猛地提速，直冲小镇。车队在这一刻仿佛被点燃，就连那些已经精疲力竭的徒步幸存者们，也都咬牙加快了脚步。可越临近小镇，那股压抑的气息就越发明显。明明是大白天，却仿佛寒冬的深夜，连呼吸都透着刺骨的凉意。最前方的一辆改装越野车忽然一脚急刹，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尖鸣，留下2道深深的黑色印记。就在所有人犹豫踌躇的时候，一个粗狂的声音炸响：“都婆婆妈妈的干嘛？老子先进去了！”话音刚落，一个2米多高的巨汉从一辆改装越野车里硬生生挤了出来。当他脚掌踩到地上的那一瞬间，整个地面都在跟着震动。我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这货到底有多离谱。活脱脱的一头人形猛兽，他根本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，而是像头巨象一样径直朝远处的商超狂奔。紧接着后面的越野车也跟上去了。更离谱的是，一个老头子也发动了他的老年代步车，还嚣张喊着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行，等老子出来，看我怎么吃香喝辣的！”这一嗓子把所有人都吼急眼了。
跟风似的冲向商超，可我却没有跟，而是盯上了街道两侧的商铺。商铺的物资或许不如商超那么全，但离出口却很近。末世里有个规律，能活下来的全靠阳光，只要一脚踏进太阳底下，那些邪门东西就追不上你。我拎着背包冲到一家烟酒副食店门口，透过玻璃门，我看到里面琳琅满目的香烟美酒，成堆的零食饮料，凡是能吃的能用的，我一股脑全都扫进背包。正当我满心窃喜时，突然一股寒意从脊背冒起，在我身后竟是一个7、8岁模样的孩子，那脸比死了3天的尸体还要白，眼睛和嘴巴更是拼凑出一个怪异到极点的笑容。我忍不住暗骂一声，本想翻过柜台冲出去门外，可当我扑到门口时，整个人却僵住了。玻璃门竟被人从外面插上了木棍，原来是有人想把我困在这里。我透过玻璃门死死盯着外面，此刻那辆3轮车旁正站着一男一女，女人穿着紧绷的瑜伽裤，是之前被我一口回绝的贱人，而男人则是他身边的健身教练强子。他们本来眼里带着得意与冷笑，当看到我身后的黑暗深处时，隐隐有一个小小的身影。强子，快走！两人直接骑上3轮车，快速逃离了此地。稚嫩的童声像从尸骨里钻出来，据说这诡异名叫纸枯童，一旦被他缠上，尸死无生。于是我想也没想，直接扣动母鸡，可下一秒，箭矢穿过他的身体，那小小的身影纹丝不动，反而裂开嘴角，笑得更大更诡异。我要吃糖，给我糖。那咿咿呀呀的童声就在我背后响起，要不是我正好站在阳光照进来的位置，怕是现在我早就已经凉了。末世里，普通人对上诡异，那就是赤裸裸的秒杀。可如今我和那东西的距离不到1米，再拖一会儿，这家店就会彻底陷入黑暗，到时候我必死无疑。我眼睛快速扫了一圈，左右望去，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。于是我心头一狠，狠狠踹向玻璃门，玻璃门终于应声而碎。我一头冲了出去，外面正是下午4点多的太阳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我身上，驱散了骨子里的寒意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从地狱重新回到人间。我回头看去，副食店的黑暗里，那孩童一动不动，就那么死死盯着我。可我已经不怕了，因为我站在阳光里。我背起物资，顺着3轮车离开的方向追去。强子和那瑜伽裤女开走的方向正是大商超。本来我不想进去，可现在我的3轮车在他们手里，我必须要追。太阳正一点点往西落下，街道上的阴影越来越多，阴影之中，我甚至能感觉到无数双冰冷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。是的，杏花镇因为我们的到来，某些东西正在被惊醒。当我来到商场门口时，一眼就看见了那辆熟悉的3轮车，车斗里还放着我的东西。此刻我心里杀意渐浓，于是我先把背包腾空重新背好，然后猫着腰慢慢靠近商超。可当我真正走进去时，却发现情况远比我想的更糟，里面货架大多都是空的，角落里更是站着几道人影。他们看见我，立刻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就在我疑惑的刹那，一股阴冷的气息从脊背窜上来，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少女正拖着脚步在货架之间徘徊，她的身子足足有3米高，手里还握着一把巨大的剪刀，嘴里还发出阴森的声音：“你在哪儿？出来呀，我们一起玩。”此刻我额头冷汗直流，刚从纸枯童的手里逃脱，没想到转眼又遇到白衣剪刀女。我企图绕开她的视线，转到另一边，可就在这时，我才发现食品区还有不少幸存者，就连那个2米多的壮汉也在，但他的脸色却非常紧张。剪刀女忽然停住脚步，长发下的2点猩红骤然转向我们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僵住了，空气里只剩下心跳声。幸好他并没有发现我们，而是继续机械地走远。正当我大松一口气，准备继续装东西时，突然撞到了前面幸存者的后背。抬眼一看，所有人全都停下了，目光齐刷刷落在前方，一个7、8岁的孩子静静站在那儿，竟然是纸枯童啊！一声尖叫打破了整个超市的死寂，同时也唤醒了某些黑暗里的鬼祟。3米多高的白衣剪刀女僵硬地转头看向这边，她大踏步冲来，沿途货架轰然倒塌。我抓起背包就要跑，却亲眼看到前面2个幸存者被剪刀女一剪而断。嘿嘿，真好，真好玩啊！她的笑声比刀还冷。下一秒，又一个戴金丝眼镜的西装男也被齐腰剪断。就在这时，那个2米高的壮汉发出一声暴喝：“他妈的，拼了！”只见那人像是被瞬间冲起，一眨眼就化为3米巨人，浑身肌肉虬结，像铁疙瘩一样隆起。他和剪刀女对视，气势丝毫不落下风。这是序列超凡，